最近出现了不少问题，我感觉过得越来越憋屈，越来越得不到尊重。他还觉得憋屈呢，他就是个白眼狼好吗？一点都不知道感恩，没有我他能有今天吗？他老是把我贬得一无是处，但我觉得我对这个家有付出，我有很多付出他都看不到，都得不到他的肯定。他付出什么了呀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喝酒，电也不看，就知道糟蹋钱。他总是那么任性，从来都不肯低头。我觉得照这样子，我没办法跟他沟通。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无法再继续下去了。因为丈夫觉得从恋爱开始就一直被妻子压制着，所以他不想再受这份气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再过下去了。”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松27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小峰26岁，来自湖南也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结婚证是在曲老师的手里。他们结婚的登记日期是2013年12月16号。这对夫妻是大学同学，对吧？对。女生的家庭条件很优越，对吧？小伙子，据说当时他看上你是因为你虽然家庭条件不好，但是特别励志。我那时候觉得他是那种很有魄力、很有上进心，就很热情的小伙子。他那时候会接很多那种学校的那种义工之类的嘛，我就帮他一起嘛，从大一开始就跟他一起。在大学里面，你跟他是共患难的，可以这么说吗？是的。可是现在你想提出来离婚，原因是什么？我现在感觉真的，我生活特别憋屈，在事业上，在生活上，我处处受制于他，没有尊严，没有自我。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是他独断的，钱都管在他那里。打个比方，我今天要加油。他会给我300块钱，回来会问我加了没有。如果我说堵车我没加啊，那钱拿回来马上给我。然后我可能临时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发现没，比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停车场，他叫我去办事，我把车开进去出来交停车费，我发现我身无分文。我作为一个男人，这种时候我居然身无分文。你没钱包是吗？我有钱包，没钱装。但是我不给他钱是有原因的，不是1次2次了，就是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情况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啊。你能跟我们说说吗？为什么？他要借钱给他朋友的话，他不会跟我商量，然后借出去钱就没得还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一个朋友，因为我确实刚进大学的时候条件不好嘛，那朋友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我，他也是说我记他的恩情，帮助过我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生意了嘛，赚了点钱，他开口找我借钱，我跟他一提，他马上就直接否决了，说我也不愿意跟他争，只能就说自己私下把这个钱借给朋友了。然后又被他发现了。也就是说，以前你们家的这个家庭经济，你是能拿到钱的，是吧？对。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之后，所以你的妻子把这个钱都统管起来了。对，他就认为我不诚实。那你借给朋友多少钱？几千块钱。哎，为什么一个曾经帮助过你先生的人，问他借几千块钱你都不借呢？因为他那个朋友就是做出来的事，基本上身边的朋友都不怎么认同。平常他就特别不赞同我过多的交往啊、交际啊，也爱限制我。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他就喜欢打麻将嘛，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，你打麻将没关系，你要按时回家。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打麻将啊，我也不是1天2天才学会的。你到现在才忍受不了我打麻将这件事吗？我说了，你平常打麻将，我送你去，我接你回。那一次是什么情况？你出去的时候我跟你说了早点回来，因为那天儿子不舒服。我不知道儿子不舒服。后面你打麻将的时候，儿子就发烧了，我跟我妈带着他连夜去看急诊，我们打点滴打到4、5点才回来。你那时候还没进门。我不知道儿子生病了。再说你妈直到6过来不就是点多钟你才回来，我找你理论你还说不得。那你就应该动手打我吗？你这样做就是对的吗？我打你的行为是不对。那你不就是个白眼狼吗？你这么多年，你当初一个穷小子，不就靠我家里吗？不然你有今天吗？你现在是怎么样？吃满意了吗？过不下去了吗？就是这样的。主持人，你看我憋屈就是这些地方。他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，在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在场。孩子多大现在？不到2岁。孩子生病，他在外面打麻将，知道孩子发烧的时候给他打过电话。他说他不知道，我也没去顾虑。你是经常出去打麻将吗？那段时间是经常去，但是我没有经常就是晚上不回家。那你平常打麻将，他说要求你准时回的概念是什么？我的时间很宽松了晚上1点之前回家。那我不是店子关门了才去吗？晚上10点左右才去。10点钟下班之后打麻将打到1点是你的要求是吧？对。那他打麻将的频率是怎样的？1周打几回？
打着风的时候，真的基本上，可能1个星期有2天休息算不错的吧。然后你在家里和你母亲带孩子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刚才有说到他是白眼狼，对。他现在翅膀硬了，他以前从来了不会这样。我们从大学开始就一起开店嘛，一直到现在。开什么店？之前是开服装店，现在是开隐形眼镜专卖。人家也在创业，你为什么说他是白眼狼呢？因为我们是卖一些女生方面的东西嘛，然后他就只是负责就是前期的装修之类的，后期基本上都是我在打理店里的事情。然后我们2个开店，他也就没做别的事情嘛。钱是谁的？开店是我家里出的呀。都是你家里出的？对，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嘛。你们结婚的时候的房子是谁买的？我们没买房子，当时是瞎聘礼的钱都没有，他还是找他姐姐借了9万块钱向我妈妈瞎聘礼，我也没有在乎他就说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比较有奔头一个男孩子嘛。刚才你说到你最介意的是男人打女人，对吧？对。现在他提出来离婚，你为什么不离呢？首先是因为儿子才这么大嘛，还有就是他以前从来都不会跟我提离婚，现在就是日子好过一点了嘛，就总是在我身上找茬，我有一点点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他就会跟以前处理的方法完全不一样，就会指责我呀。那就说这个人变了呗。对。既然变了，为什么不放手呢？毕竟在一起8年，我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委屈，一定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。你的意思是？在我看来，我觉得是没有那么严重的。好，来问问你哈，他平常看店的时候你干嘛？我一般就是跟我妈一起配合好，把孩子带好，把家务做好。那在没有孩子之前，就没有结婚之前，他看店，那你干嘛呢？他什么都没做啊，一直都是这样啊。前不久吧，他有一个舅舅是一个油漆生产企业的老总嘛，想让我去尝试一下做一个外省的一个销售经理，我就想去做嘛，也是被他各种阻挠了。那你去了之后呢？因为我舅舅刚开始让他去做销售嘛，如果销售行的话，有那种意向让他去开门市嘛，然后我就让他去了，结果他去了2个月，我搭了2万多进去，就这边店子赚的钱都不够他一个人花，然后我就让他回来了，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觉得很憋屈，觉得我全家都不支持他事业，因为我妈妈当时也反对，觉得他还没有经验嘛。听明白了。他有打麻将的爱好，你有什么爱好？他喜欢喝酒，特别喜欢喝酒，经常喝得烂醉。也不是经常，现在也喝得少了。这个压抑也好，压力也好，看来是持续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？就这一次嘛，儿子这个事情，我确实当时激动了，我动手打了他，他就觉得特别不能原谅我。那时候是他在提离婚，我就回去老家民政局等他。我8点到那里，我等到下午4点，他并没有出现。这大概在什么时候啊？1个多月吧，一个多月之前。那就说明人家女生不想离呗。就说不想离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他就是不肯低头，就说你想不想离，你表达出来就行了。那你想离还是不想离？其实我也不是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，我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不支持我，可以就说你至少站到我的角度考虑一下我的感受。那你也没有跟我说你的感受啊，你不是跟你那群狐朋狗友出去喝酒，然后就说我这里说我那里不好吗？你跟别人数落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这些？我为什么跟朋友喝酒说这些？我就是在你那里根本没法说，你根本不讲道理，你知道吗？男生现在想要女生的态度，对吗？对。他说离，你离不离？离，这是我提出来的，财产都给他，我一定要儿子。财产都归他。财产本来就归我，这么些年你做了什么呀？这本来就是我家里的支持，才有今天这样子的日子。这些我不想跟他争，我就说我不争，你只要儿子。对，我只要儿子。儿子不行，儿子肯定跟我。你有什么能力养他？现在你说这些就没有意义了。我现在我相信我还年轻，我也有那个能力，我能够活下去，我能够养活儿子。好，先生请告诉我啊，现在要跟他离婚是你治他的一个手段，你想通过离婚这件事儿，从此在家里面抬起头来做将军，还是说你下定决心就要跟他离婚？我只是想获得一点男人的尊严而已。听明白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子，我是觉得其实你非常依赖他，你一直在说我不想离婚啊，原因是孩子太小，我不认为这个是你的主要的理由。其实你心里特别明白，你再找一个男人，
会像他一样能忍到你这样的地步吗？你就是渴望那种我说了算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有一个悖论啊，就你一方面又特别希望他听话，像一个跟班一样，你说什么他听什么，同时呢，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男人能够特别强，然后能是我的天，能帮我撑起来。你觉得你所需要的这两种男人的特质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吗？如果选一样的话，你选第一个还是选第二个？我选的话，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吧。第一个，因为我是那种事业心比较强的。啊，你事业心很比较强势的那种。像你说的，如果是第二种的话，可能真的会每天都是那种吵个不停吧。男生，其实你已经很明白你老婆的心思了，她就是希望你像一个小男人一样，一辈子很听话。她其实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女人。就你得无限的宠着他，无限的听着他，也许他偶尔会给你发点福利。刚才你也说了，你觉得这个男孩虽然家里头穷，但是有志气、有魄力、有向上的进取心。对。现在的他还有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可能是因为我吧。当然是因为你。他一次一次的想去闯荡、想去进取、想去开拓的时候，因为你的阻挠，放弃了，憋屈了。我一直在看着你们结婚时候，你们俩幸福的笑，很幸福。你再看看你们俩现在的表情，欲哭都无泪了。多好的，本应该多好的日子不过，一定要耍那个所谓的公主、所谓的女王的那种范儿吗？男人要的是尊严。告诉我丈夫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？你不知道也可以，你把它反过来读是什么？付账。男人本身就有一种天性，他希望为女人去付账，希望为这个家庭去支付他所有需求的东西。可是你不给他呀，你不让他这么去做呀。到刚才你还在说，今后如果我们能在一起，我能改，我让他去闯。前提是你得先有把握，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要掌握一个男人向上进取的那封心啊？而这个男人呢，现在呢变成一个家庭主妇，唯一他能找到发泄的出口有两点：第一个，和朋友去喝酒，喝到烂醉；第二个，找到可以战胜你的借口，就是说离婚。你终于服软了，但是你服软又不是完全的服软，你该去找他沟通，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所以给你们最好的一个建议是说，既然彼此还相爱，你们一定是还相爱的，只不过是有一个障碍一定要突破，就是放开你的男人，让他真正成为你的丈夫，让他有能力去为这个家付账，担起他所担当的那一切，好不好？你能做到的，因为你爱他，你爱这个家，你只不过是暂时的没有方法找到一种沟通的方式，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，你们的爱情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婚姻当中有两种人是最值得敬佩的。第一种是在年少的时候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，第二种是在成功之后陪着自己的原配过好日子的男人。前者是爱的代价，后者是婚姻的责任。一开始你们也是这样做的，男生在困苦的时候，女生一昧的付出，男生在接受到这种付出之后，也认认真真的在努力着。但是到后来为什么就变了呢？准确的来说，责任是什么？责任就是你的分内事。就比如说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老婆，这是我妈，所以孝敬她，对她好，关爱孩子，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天经地义。这叫责任。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代价也是一种高尚的责任。就是我明白，如果我要爱他，我爱上了一个这样的他，这样一个贫困的他，这就是我要付出的代价。但为什么你们到了后来就变了呢？因为女人认为代价不是代价，是债。
男人也认为责任不是责任，是还债。债主满脸的傲慢，极尽的羞辱，而债务人满心的自卑，总是觉得日复一日我也还不起，到后来索性我还不起，一纸离婚协议来宣示你我的平等，老子不还了。那如果债务人一旦耍赖说我不还了，债权人在想，这都划不来，那索性我就低低头呗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和好，你低了头，他抬了头，那么在将来的生活当中，可能还是一种债务关系。所不同的是，债务人变成了债权人，债权人委屈的变成了债务人。所以你们现在仔细的去想一想，在当初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？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代价，还是一种投资？如果没有，你想想你能回到当初的那种状态？男生也好好想想，我当初这女生对我好的时候，我心中肯定在想着，我以后一定要自己努力的来回报这个对我好的女人。那个时候你认为是一种责任，为什么到后来久而久之你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偿还？如果你们回不到从前，今天好了也没用。我特别讨厌听到低头这两个字，他低了头，你的头就抬起来了。当一个男人用说离婚的理由来让对方来低头，从而在婚姻当中改变彼此地位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婚姻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的实质。婚姻的实质无非是付出与被付出，责任与被责任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你低头我抬头，或者我把你打趴下我抬头你低头，这样的关系那是战争。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是要求一个低头和抬头的问题，那干脆还是去把离婚证办了。如果你们今天还能想到当初的一些状态，彼此还能够互相的去珍惜对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倒还可以考虑考虑能不能在一起。就这样。我一直认为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尊重，有了尊重才谈得上真正的平等，有了平等才能谈得上彼此的交流。想离吗？不想离就尊重他。你想离吗？不想离也尊重对方啊。千万别说结了婚之后我们俩是一个人了，不可能。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下面的时间给他们自己去考量吧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其实我真的就是在赌博，这次说离婚，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你来站到我的角度考虑，来尊重我，所以我提出离婚。我也只是想胁迫你低一下头。我觉得我当初跟你商量过，我说把你的梦想当成我们的梦想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。我只是希望能够请亮灯。你看，这就叫规则，时间到了就是到了。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看到了一对相恋6年、结婚2年的夫妻。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人要拿离婚做赌注，来调整他们的婚姻关系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请开门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。老婆，我们不闹了，这次是我把事情闹大了，我再也不拿离婚说事儿了，好吗？我以后愿意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业，我愿意做他坚强的后盾。好了，我相信这个求婚的仪式应该跟
过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。今天的求婚仪式对你们来说，应该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。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打算怎么开始他们新的婚姻生活。各位请见证。老婆，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，跪在地上给你戴上戒指。现在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，这一次是我不对，不该把这个离婚拿来说事儿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好吗？那个证还给他们吧。那个诸位，在还证之前啊，还有一点是要强调的，就是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评论的过程当中，有一点还是忽视，你是动了手的，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原谅，你必须正视这个问题。什么酒鬼和赌徒的问题，其实跟这个问题比起来，那都是次要，动手是最要的。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给你老公自信，给他尊严。有时候是得让他自己去闯闯。如果他真不是这块料的话，他自己受到挫折，他第一个想回的就是家，好吗？把你们的家还给你们，好好珍惜。来吧，我送礼物吧。和好的情侣将会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油大奖。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。你喊开始，我喊停。好，开始。停。恭喜两位啊，1000元的这个旅游大奖，回家好好调整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